光杯排球赛为国内唯一青年及青少年重要赛事，也是排球国手选拔赛，发掘国手的摇篮，开启新时代优秀的球员，也希望培育出更多出色的选手来挑战世界，让世界可以看见台湾，也能让选手们在自己的排球生涯上留下足迹。在排球场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沟通，因为排球是6个人的运动，只有沟通才能串联球队。我觉得防守站位是最重要的，会因为比赛的状况，然后看对手的动作，去预判他们要打的路线，调整我们防守的站位。举光杯是一个强度很高、对抗性很强的比赛，借由这个比赛筛选出国手，让我们有机会代表国家出国比赛，为国争光。举光杯是国内高中排球重要的赛事，会从比赛的表现去证明自己的实力。在举光杯选出来的国手，我最敬佩的是温一凯，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跟他打过比赛，然后当过队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强的球员，因为他在场上总是能露出那个霸气，然后让我觉得很安心。举光杯我最欣赏的选手是张一琪学姐，因为通常身高高的人防守会没有那么有优势，可是在一琪学姐身上我却找不到这样子的偏见，然后也看见她在场上发光发热，然后很努力的为球队争取最好的成绩。我希望我就尽全力的去打，然后拼到哪算哪。然后这次的期许，我是希望我能成为学弟能够学习的榜样，以及透过这次比赛，我希望学弟们可以吸取经验，然后运用在之后的比赛上面。今年是我最后一次的举光杯，然后也希望可以和同学带领着学妹一起拿到比往年更好的成绩，然后在个人奖的部分，也希望可以拿到很好的奖项。我想先在大专杯打出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成为一名排球教练，带领更多人参与排球这项运动。我希望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然后在之后的训练上继续精进自己。我希望我能够在大专杯崭露头角，然后以及之后大学毕业，我想去台湾的职业联赛拼看看。我对于接下来排球生涯的规划是可以升上理想的大学，然后在大专杯可以跟学姐一起努力拿下最好的成绩。举光杯可以验收球队训练的成果，也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成为国手。借由这个杯赛增强自己的比赛经验，然后还有面对压力的能力。我觉得能够跟一些实力相当，或者是比自己还要更好的一些球员一起的竞争，一起的练习，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我球技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希望这一次自己能够选上国手，然后可以代表台湾争取荣耀。大家好，感谢您锁定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欣赏第61届玉山举光杯青少年排球国手选拔赛。在今天3月10号的中午12点30分呢，我们在大人科大的体育馆在屏东来进行为期2天的精彩赛事啊。当然这是非常具有历史的这排球杯赛，同时也要透过这个杯赛呢来选出我们的青少年国手。那今天转播工作呢，将是我李秉庆以及大家熟悉的洪青来做球赛解说的服务。洪青你好，秉庆哥好，大家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已经举办了61年的举光杯啊，真的是很有历史。我想不管是青少年国手啊，等于是一路成长以来啊，这个等于是举光杯是伴随着台湾的排球人一起成长的。是，那我觉得今年的举光杯别具意义哦，因为去年我们才刚满1甲子，那今年是超越1甲子的这一届，是好，然后又在素有这个排球之乡的屏东县来举办，我觉得更加有意义了哦。那我觉得还是要大家
大家来认识一下莒光杯，因为是大家都知道莒光杯是全台湾这个中等学校的排球赛的最高殿堂，没错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排球协会主办的4大杯赛的最后的决赛圈了哦。所以其实，在前面的4大杯赛，你累积到的积分，全国前12名，加上地主线是可以报1名，对，所以最多也顶多只有13支球队确实可以来参加。所以其实能参加莒光杯，不管你有没有拿到名次，其实本身来说就是一种荣耀了。这等于是全台湾中等学校52支最顶尖的队伍齐聚在屏东。没错，那画面上看到的是双方的球员啊。首先看到的院里部分啊，当然院里今天排出来的先发名单包括了王炳浩、柯玉成、张伟修、张佑琪、郑景汉，然后郑佑璇以及林俊恩。那自由球员是柯玉成。好，那另外画面上我们待会儿也会看到的是福成高中的部分。那当然，福成高中啊，今天排出来的先发名单呢，包括了陈炳兴、薛炳义、林俊义、张恩豪、陈其佑、卢彦祥。那自由球员就是薛炳义。好，这是今天双方排出来的先发阵容。那我觉得今天这2支对战球队很有趣的就是第一个。福成高中的国中部是去年国中联赛的霸主，对，而且是莒光杯的冠军，对。然后今年的苑里高中也是苑里高中的国中部，哇，这一队真是来势汹汹，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就我个人了解，是从第1个杯赛到现在只掉过1局。因为其他全部都是苑里在去年的国中联赛是第3名，但是别忘了他们有几位球员没有毕业。是，对，所以今年的苑里高中的国中部其实他们的阵容是非常的完整。那很多的球员也经过去年的这样2年级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到了国3之后，我想今年可以好好的挑战，享受一下属于他们这个舞台啊。对，那苑里国中，有2位球员在去年的这个国中排球联赛表现非常好，包括张佑琪，是去年国中排球联赛的最有潜力球员。是。那另外张伟修是去年在国中联赛的最佳对角攻击球员，都没有毕业，还在郑州。所以阵容来说真的是很完整而且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就从第1个杯赛打到现在，莒光杯已经是决赛了，都保持这个全胜的战绩啊。好，画面上我们看到身穿黑色球衣的就是福成高中国中部，那在黄色球衣的部分就是苑里高中国中部。一开始的快攻被拦下来。这个斜线太大。那我们刚刚有稍微介绍一下莒光杯那如何来晋级，然后如何来参赛。那其实每一年的莒光杯也是选拔我们国内分龄赛国手的一个重要的赛事。是，对，所以今年我们还是有派出男女女生各3位的选拔委员来选拔这一次的这个分龄赛的优秀选手。那我们即将选出培训，就是要参加今年很多亚洲的赛事。没错，对。当然这些青少年朋友们也要把握机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啊。那能够在青少年时期当选国手，我想，不管是在这个资历上面、经验上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加强的部分。是。这个比较开网的进攻被拦回来了。那福成高中呢，他们在8强赛当时是以3-0击败了麦寮高中的国中部，而苑里高中的部分呢，他们则是以3-0击败了台北市的北安国中。所以两队的前一场比赛呢，都是1局未失啊，非常强势。对。发球长了。那当然，我们成人的赛事跟这个国高中的赛事来说成人赛事他们有非常好的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比较沉稳。是。那有时候我们国高中的比赛就看起来比较热血，但是同时他们的心理素质比较没有那么的稳定，所以比较容易出现这种起伏不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国中的球赛还是要考验哪一支球队的稳定度比较高。对，这个很重要。洪鑫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学生比赛这个稳定度常常会让教练很伤透脑筋。感觉球队状况这个调整的不错可是上了场之后呢就抓不住了。对，我们常看到你第1局比赛你可以赢对方10分，第2局可以输对方10分，很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对，确实在学生运动不管在什么样的球类，都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好，这一波福成守下来，好，快攻搏一个，好，双方在比赛的一开始形成焦灼现在是你1分我1分
福城利用好的防守啊，然后带动了这一波的进攻。对，福城刚刚那个举球员哦，这个举得非常的精彩，球虽然有点开网，但是很敢送给往前的队友啊。起跳的高打点啊！我们就提到啊，张伟修这就是去年在国中排球联赛最佳的对角攻击球员。我刚刚这一下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持续在成长当中啊。哇，身高有182公分，发球也相当有威力哦。后排来一颗，啊，长了。对，因为毕竟这个福城苑里高中这边的战力是相对来说非常完整的哦。那福城这边除了该有自己球队的特色要发挥出来之外，也要减少这种不必要的失误哦。哇，没有接好，但是这一球反而很有经验，送给举球员。哇，没有包到球啊，直接打出了界外。所以目前苑里高中6-4领先了福城高中。对，廖一恩要特别注意哦，他今天虽然说他的这个球的磅数非常的重哦，但是还是要想办法先把球打进啊。是。这一次的发球呢，直接让福城高中接喷了。现在比数稍微被拉开，来到7-4。对，我们看到这个苑里高中这名球员在发球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点跳飘，但是又带着这种旋球下来的。对，所以你刚开始在接发的站位上面，或是说球速突然加快的时候，会让这个接发球的球员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好，这是福城高中的机会，哇，有点靠网。可惜了，弹在网袋之后呢，最后还是落到了界外哦。对，比较可惜哦。这个到目前为止，福城这边还是在攻击上面出现过多的失误啊，攻击手可能要想办法调整一下。对，哇，这个把握度没有掌握就太可惜了。对。接发球又没有到位。那当然，除了技术层面很重要之外，这个国高中的球赛来说，这个气势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哇，所以在被连续得分的情况之下，场边得喊出暂停了，因为常常就如同洪鑫讲了，学生球员如果一股气突然被带走，或者说你的气势很低迷的情况下，常常会有点这个一面倒。是。而且士气对于团体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队友之间彼此互相鼓励、互相提醒，有什么状况、有什么状态要赶快调整回来，这个都很重要。这是非常容易传染的。那如果一个好球或是一个漂亮的拦网其实都能够改变整个场上的气氛。是。好，希望暂停回来。福城高中呢，能够先打出一波好的进攻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接发球的部分。对，其实福城的攻击手的能力都不错但是现在第一个首要的要件就是先把接发球接进去，接好。好，品浩的发球，好，修正一下，开往了进攻。好，苑里守住这一波，那是福城的 chance ball。好，掩护之后，来做一个战术的搭配。对，一个 B 式快攻搭配由4号位往3号位内切的一个战术。目前比数6-9。这个快攻的配合，哇，苑里高中的这个。每个选手的跑位跟刚刚起跳起来那个感觉有时候会，到底这个是国中组的比赛，高中组的比赛，非常的成熟啊，有点超龄的表现啊。好，直接突破，好球。这个福城的举球员张恩豪都随时有在观察对方的防守站位，特别很容易忽略掉的一轮，就是当你发球的时候。旁边守边位的他如果没有趋前，那你在4号位的位置就很容易被做这种吊球的攻击。好，很好的发球，还有苑里，好，福城的 chance ball 后排来一个，
啊，还是没包住。对，廖燕还是找不到攻击的感觉啊。像刚刚炳金哥说的哦，跟那个福城的张永忠教练一样哦，他一直不断握拳，然后一直做这个攻击的手势，就是强调说要先包到球。对对对，你球才不会飘掉。快攻的搭配，好球。快攻这个点要发挥出来哦，你在举更多的战术的时候才能够有效的掩护啊。好，福城救起，开王的进攻没打好。燕翔，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进攻。这个要转成直线，对。所以哦，几次的攻击失误里面，一下打界外，一下是打过网，所以代表说他目前为止没有抓到攻击的这个击球点。是。哦，那这一球非常接近啊，最后是落到了界外。张伟修又来了。我们看在这个弹跳高度，对，真的不像是国中生。对，我等一下可能要查一下他的证件，是不用到验尿啊。是，哇，他的这个高度啊，然后磅数啊，真的是超规格外的啦。对，而且处理球很成熟。对，又来了。好，福城守住。压回去，漂亮的防守，逮到了玉里高中的一个战术搭配啊。对，这个球举球在配球选择上面哦，这个动作稍微真的比较明显的一点，而且球很明显也不够长啊。好，福城还是把分数给咬住哦，10比13，还是要给伟修。啊，这个球打出这样子斜线的一个角度哦，在空中手腕还带切啊！哇哦！大家好好记住这位球员啊！是，这个指日可待，真的啊，可惜发球。而且哦，在国中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身材条件来说，算是真的不错的哦。对，182公分啊。哇，这球压在了界内，好球啊！哇，打长线了。刚刚进攻的是曾玉璇呢，哇，曾玉璇的身高更高，有185公分哦，而且体型比较壮硕，他有80公斤啊。而且年纪非常的轻哦，才2010年而已啊。是，这个等于是如果我们国手选拔的组别，它是属于在 U16的组别，是最年轻的。是。好，那这一球是有碰到出了界外。12比15，福城我觉得也不要慌哦，还是有机会，还在可以追分的范围里面。对，3分而已啊。对。好球，看一下这一波的组织啊。对，守得精彩。好球，我们看到的是林俊毅。对。林俊毅的攻击把握度很好哦，这一球是在4号位的长球。刚刚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有看到他也会自己本身也会做一些内切的这样的一个跑法。哦，这球 out ball。院里这边要求看是不是有一个 touch 哦，但是裁判应该是很坚持哦，就是这个球是攻击出界了。哇，那现在被追到1分差了，所以场边再度喊出暂停，就提到啊，在学生运动的部分啊，确实你差个3-5分的感觉，好像一个瞬间，对，这个分差又不见了。是。
高中国中部这边也非常谨慎了，虽然还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但是被对手一口气连续的得分啊，所以先喊个暂停，缓一下对方的气势。而且已经进入到决赛啊，所以现在开始面对的每一场的对手，其实都实力都非常坚强。哇，这个是教练的，再暂停回来，教练得分，让福城高中国中部的发球出了界外。触网，篮网触网。刚应该是这个郑玉璇的触网。啊，确实。不过刚刚看到，虽然这一球是触网，但是我们看到郑玉璇在空中那个拦网的动作，其实做得很扎实哦。哇，这个接发球没有处理好。哇，那现在分数追平了，16比16。对，苑里高中这边感觉到一些压力了哈。是不是还是持续往玉璇的方向？还是自由来补，快攻一颗出界！哇，那现在福城逆转了，17比16。哇，原本4分落后的福城高中，现在是1分反超。是，而且苑里高中这边最有把握的张伟修，其实现在目前还是在后排啊，所以福城可以利用好好把握这几轮的机会。对，哇，伟修还是在后排做进攻，被守住。好，福城的机会，球敢打，还是打，而且用吊的，直接在这个球场中央的空档，哇，打得非常的聪明啊！所以在刚刚喊完暂停回来之后呢，哇，还是让福城高中把握住机会啊！虽然有一个发球失误，但是很快的再把领先给要回来，目前18比16。那这段时间主要苑里高中还是受限于接发球没有到位哦，甚至接发球直接被破坏。那你这个勉强举出来的这个修正球，一定会让攻击手比较那么不好处理啊。陈教练当然好好的再提醒一下孩子们了，希望能够稳定一点，是要记得他们是被认为今年最强的队伍啊。对。这个也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也是他们心理上面最大的一个压力来源。对，而且举光杯一结束之后，马上要决赛了哦，所以能够怎么样维持这样连胜的感觉，进入到决赛，这个也很重要。好，拦住了第一波，再来一旋，哇，这一球浓郁。哇，确实整个心态好像有一点点动摇了，在苑里这一边。对，而且看到这个苑里的球队里面，感觉也没有互相这个鼓励激励，刚开始这样的气势了啊。需要有一颗好球啊，来看一下，这个快攻有了。好，那这个张伟修上来前排了哦。是。那福城高中这边也要针对他的攻击来做这个布防啊。这一球在接发球不理想的情况之下造成了失误啊，所以我们看到苑里再把分数追回来。还有拦住第一波，福城再一次机会，哇，这2波都被守住了。对，因为你开始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个这种比较大的动作了，气势又上来了。哇，好的拦网，对，连续2颗都是在4号位的位置，其实苑里高中的球员已经等在那边了。好，玉璇的发球。是给张伟修 touch out， 还是给把握度最高的攻击手了。对，哇，所以现在原本2分落后的苑里又是连续得分了，20比19反超。那轮到福城这边喊暂停。对，果然有展现出这种王者的球风啊，逆转哦，这个落后3分不是太多的情况下，一转眼马上又逆转。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一次的赛事有选拔分龄赛的国手之外，那我们这几年其实有做一点点的一个修正跟改变哦，就是说不会只有单纯以举光杯的表现来作为最后名单的这个产生。我们这个举光杯结束之后，其实还会去看国中的联赛、高中联赛的决赛都会去看，然后等所有的联赛就是这个高中联赛、国中联赛，对，然后结束之后，我们才会产出这个分龄赛的最后的这个大名单。好，玉璇，好，傅成，好接发球，才有办法安排战术啊。那傅成的这一波，再把比分追平20-20。哇，还是球给韦修啊。对，而且这个球，福成已经提早2个人过来拦他了。看到这个球的高度，几乎是从拦网的手的上方过去的。对，哇，他的弹跳力啊，加上他的身高啊，真的太有优势了。好，郑红的发球，21-20。好，修正一下，对，要敢打。对。开网的进攻有，敢打拿分。所以廖一恩的球质，你只要把球打进去，防守就算他对位到了这个冲击力也不小都会直接喷掉了。哇，第一局就杀成这样果然是2队强队的对决。对，哇，很可惜这个发球的失误。这一球没有碰到所以是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外，所以是愿你拿下了这一分。运气比较不好没有打到拦网的手，打到网带上，直接弹到界外。哇，发球失误，回到1分差，22-23。这个打点，哇！就在我们的转播台前面，真的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重点是他的这个手腕灵活度非常的好，对，然后打点又高，所以他可以打出很多这个违反这个年纪常理的这个路线。对，很可惜福成的这一波进攻啊，最后还是落到了界外，所以在第一局还是由苑里高中国中部以25-22抢下，暂时1-0领先了福成高中。一直听你们解说这样。
欢迎您再回到玉山举光杯的现场。那这一场4强大战呢，是由福城高中跟乐理高中的国中部正面的对决。那我们看到在第一局其实双方都互有领先啊，不过乐理高中啊还是把握度比较高，包括他们11号的攻击手啊张伟修哇，确实是在目前国中阶段被认为最好的攻击手之一啊。那他的一个得分把握度提高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带领了乐理高中逆转拿下了第一局。对，那我们看到整个攻击的火力的火网的部分真的乐理高中这边是点点开花。那第一局比较可惜的是福城高中的攻击比较多是集中在1号林俊逸的身上。对，那阵中身材最好的廖一恩其实并没有效的发挥，这个也是影响到第一局福城没有办法拿下的一个主要关键。两边在第一分打得非常的黏，哇，这一球没有过去啊。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廖一恩这个攻击点一定要想办法发挥是这个你才可以去跟院里这么多好的攻击手来去做抗衡。这球还有，是点到脚，对，变足球了，好球！快攻来一个，哇，这次没办法了。哇，这个有时候如果比较没有经验的裁判，这打下去之后第一时间鸣哨的话，哇，那就亏大了这个对弹起来的那边就亏大了。因为确实刚刚是打在脚上弹起来的，哇，很可惜。玉璇的发球。好，目前2比1。俊逸，好球，守得精彩。好，这边拦下来，第2波用掉的，后排来一颗。干打，好球，张伟修。对，而且他这个球打得也很有经验虽然感觉有点开网，但是他最后包覆球的时候有稍微用手指在做加压，所以其实让球提前的落地。对。不会吧，弹过去了。哇！这是幸运分啊！对，这运气球，这个平常练习是没办法练出来的这叫他打10颗，可能都没有办法出现1颗啊！而且有时候你太刻意想要发这种球，反而发不来。这种就是无意间发出来的。这一球是落在界外，touch。好，伊恩。快攻来一颗，出手很快刚刚快攻拿下分数的是品浩，身高不高，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如何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就是出手速度加快弹速增强。好，来看福城这个战术的搭配。还是敢打开网，哇！自由的救球，哇！打到标志杆了。对。像福城要想办法把握每一颗张伟修出手完的，如果有防守反击的机会，一定要想办法把握。是，因为你已经至少阻止这个张玉修是1球1分你有想办法把他防守起来，但是你攻击没办法打回去，没办法得分，那就比较可惜了。是。好，拦回了第一波进攻。好，这一球是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外，是预选。
这个球在界内，玉璇把分数要回来。我在看玉璇他起跳跟落地，还有整个身体的那个律动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应该未来还会再长高，因为他很明显现在看到那个肌力的状态还不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其实代表说他其实还在发育，还在成长。他185公分了，如果继续长，那对于他未来的排球的道路会给他有更多的优势。对。我个人预估至少190、192左右。哇，对。好，玉璇来一个，被拦回来。福城高中好的防守。好，双人拦网。刚刚拦网的是恩豪。另外跟秉欣的一个搭配，哇，还是挡不住哦。对，这个球比较可惜哦。福城拦网的时候，最后一刻把手松开了哦，稍微没那么扎实的情况下，被张伟修打出一个 touch out。落在了界内啊，非常巧妙哦。对。这个球虽然挤压到，但是攻击手很有经验，往后推，往后场的地方推啊。好球战术搭配，前面掩护之后呢，好攻击的是玉璇。目前8比8。在第二局，现在是你1分我1分。哇，单手举球有，很精彩的单手举球。好，守住，张伟修的进攻。哇，这球没有修正好。哇，这一波没有 touch， 对，所以是出了界外。福城高中拿下了分数，目前10比8，2分领先的苑里。好，要给俊恩了，但是这一球打出了界外。那进入到决赛之后，因为莒光杯的赛制是这样哦，在预赛的时候其实都是打3局2胜。对。那进入到决赛的时候，就是回复到比照国高中联赛这样的5局3胜制哦，所以体力来说的话，对球队也是一大考验。是。哇，这球是弹在网袋的边缘没过。那发球的是景汉。好球，滚过去了，这对福城高中来讲啊，士气上有很大的提升啊，守住了对方最强的攻击手，而且还拿下了分数哦。这两边心态的不一样哦。福城这边就是全力的拼防拼守，那有时候苑里他们会觉得是说，我既然球已经给我们最强的张伟修了，应该就有办法得分，所以难免有时候你在防守的专注度会稍微的有点松懈掉，可能会觉得应该要得分，没想到还被守回来，还弹网滚进来，是，而且没有注意到，而且要掉在一个就是3不管地带，比较尴尬的位置。对。当然在落后3分的情况之下，苑里这边喊出了暂停。那我想3分对于苑里高中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啊。第一局我们就看过了。对，而且第一局是在比赛的后半段，那个压力最大的时候还逆转。那现在比赛进入到中段而已哦，其实还有这个逆转的机会啊。还是要给伟修，还有吗？哇，够拼啊！这些小朋友。
要把握这种球哦，好不容易已经把伟修的球挡起来了，想办法修正回来，看有没有攻击的机会。对，哇，我们看到俊逸啊，最后已经拼到了这个场边啊，过不去了。好，俊恩的发球。来看看这一次的掩护战术有了，好球，掉到只剩下一个拦网者哦。进攻的是齐佑啊，拿下了分数。好球，好守住了张伟修之后，这边也拦下来。这边是连击啊，对，可惜啦。好，轮到伟修的发球，11比13。对，激烈的来回波当中哦，有时候选手还是难免会紧张啊。发球直接得分，教练在场外已经跟你比界外了，结果最后选手还是接了。想接。哇！有。哇，这后排杆大。哇，直接突破。好球有防备哦。好，玉璇开网。有 touch 吗？哦，有 touch， 所以是 touch out。得分的是苑里，现在追平了。所以3分哦，就不要只领先3分，领先4分好了。哇，完全不够啊！所以在被追平的情况之下，轮到福成喊暂停。刚刚几个来回波，我们看到苑里除了这个攻击非常凶猛之外，他们的防守能力也非常好哦。虽然说这个预修的球有被守起来几颗，但是针对福成的防守反击这几波都有效的把它防守起来。哦，不过对于福成高中的这些小选手们一定要知道哦，虽然是被连续得分，但是第2局现在是平手啊，对啊，没有输哦，是，没错。张伟修的发球13比13，啊，发球失误了。好，轮到的是福成的伊恩。好球！哦，这球够凶啊！哇，在空中面对斜线的位置，结果最后用手腕带到直线啊！对。哇，我们看到这一个进攻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又是福成的呛死，哦，直接吊球守住，再一次，还有，哇，这个斜线落在界内啊，玉璇，就是4号位攻击手的价值哦，最后交给你的时候，想办法在4号位得分啊。是。品浩的发球。这球拦回来，还有，好，园林呛死破，还有修正，哎，应该是 no in，这球没进哦，15比15。那现在福成这边的球会集中给俊逸，哇！
没有跑出来，是这个比较可惜哦。其实举球员张恩豪这边也知道说大家都想要拦俊逸哦，所以也想要把机会制造给其他的攻击手，但是就是没有把握住。这个球也给的比较高一点哦，很明显越过了这个球员的最高打点。还是要给俊逸来处理啦。现在状况最好就是他了。对。俊逸啊，虽然身高不是特别的突出啊，只有175公分哦，但是如同洪清来在先前讲哦，他的这个速度哦，他的摆速够快。红军的发球，后排来一个滞空，守住谁来修正？还是给俊逸。但是这一球落在界外，没有 touch， 所以福城真的蛮可惜，有几次关键的这个来回波，最后没有把握住。哇 ，miss Q， 来看一下福城高中的秉新，好，俊逸被拦住，现在完全被针对了。对，哇，逼得福城再喊出暂停。那目前19-16，苑里高中从原本在第二局的前半段的落后，到现在来到了后半段呢，是领先3分的状况。主要还是在福城这边，这个关键时刻的把握度有几次的攻击机会都是以失误收场，比较可惜其实机会都有制造出来了。是。那反观到苑里这边，就是一个很稳定的攻击防守的一个输出一个串联的过程，都非常的流畅。好，丢起了发球，直接吊球。后排尾秀进攻出了界外。很好发球，快攻这一次是景汉的，先跳在空中等球没有接好，让韦修轻松的再把分数给拿到。碰到，所以是一个 touch out 得分。已经掉开来，剩下个人的拦网18-21，只能打修正。哇，还是接喷掉了。对，我刚刚看到福城高中的自由球员秉逸也是很拼但是还是差了一些些。但现在韦秀在前排对于福城高中在防守上面是有很大的压力。对，一人斜线守住，好球，苑里再添1分，22-18。而且我觉得苑里
全面的是，他不会把球权都固定集中在一个球员身上，反而是每一个球员都有得分的能力啊。对，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不管是景汉、俊恩，或者是玉璇哦，都在分数上有贡献啊，包括了7号的品浩哦，也都有这个进攻的得分。对，拦住第一波，开网，打修正，哇，这个修正勾。没有办法，24比18，院里来到了局点。哇，右旗啊，对，跟伟修之间的搭配啊，当然默契非常好啊。景汉的发球，好，没办法了，落在界外。这边又把原本的快攻换回来了。对，领先的发球，好，福成，哇，这一球直接打向了界外，所以在第2局持续由院里高中以25比19收下，目前暂时2比0领先了福成高中。好，欢迎再回到玉山举光杯的现场。那我们看到这一场4强战呢，是由福成对上院里。那当然，对于福成高中比较可惜的是，连续2局哦，其实他们都有领先的状态，甚至也可以领先到3到4分啊。哦，但是院里啊，不愧是被大家认为在这一届最强的国男组啊。哦，确实哦，他们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还是能够不疾不徐，对，好一分一分追回来。我相信每一支国男组的球队都有机会可以击败院里高中，但是我们从前2局看到，院里高中之所以强，是因为他们在面对落后甚至领先的时候，都能够保持至少球队的一个稳定度。是，好，包含说整个攻防的输出、串联等等，然后在防守反击的质量上面都非常的好。那福成真的比较可惜，在比赛的中段哦，没有把握住，其实分数都咬住，甚至一度领先了哦，但是就是没办法把握住那个攻击的机会。是。好，来看福成的这一波，哇，开往了进攻敢打。哇，刚刚我们看到玉成啊，精彩的防守啊，
这一球，哇，福成，这个球应该是感觉起来好像是防守位置是不是有点重叠到？嗯，哇，不是，这个应该是张恩豪，他觉得他想这个球应该是界外的，对，所以他想要闪开，想要闪来不及但其实还落差蛮多的，这个球是很明显的界内球。哎，这一球拦网落在了界外。哦，好球！哦，直接往后边拨。好，我们看到右起啊，这个背举啊，那由这个韦修当诱饵。好，好的快攻。我们看到福成目前前几波的攻击都是以快攻作为主要战术哦。毕竟前2局4号位的主攻手被院里完全锁定住了。是。哇，还是吞下去了。好，维修。哎，这一球还有，哎，对，这应该会被吹持球啊，对，因为他那对是单手，这个不吹持球，这个应该说不过去、啊。对，说不过去。好，韦修的高打点还是拦不住。好，来看看这一次啊，还是由玉里高中啊，利用防守之后带动的进攻。来看一下品浩，目前5比3，韦修的发球。哇，接发球有没有到位？看一下修正球，廖燕的处理啊。好，守回去了，福成，再来，哇，这是玉璇个人的拦网拿下了分数，目前6比3了。福成要特别注意哦，不要在一刚开始就让院里高中领先太多的分数，因为毕竟稳定度来说是院里高中比较好。对，那你刚开始就被一波带走的话，后面再追分就更困难度又更高了。哦，发球出界。好，我们看到确实韦修想要加压。好，轮到伊恩的发球，4比6。好，垫高。修正一颗。均一吊球。好，平浩，哦，这一球软打，但是落在了很好的位置啊。因为这个球后排的防守，他看到自由球员其实已经跑过去了哦。对，但是这个球对于自由球员来说，因为毕竟是从侧面来的球，也比较不好处理。是。均一，转成直线。哇，今天在福成这边均一的把握度啊，确实好。哇，今天看到他很多几次4号位都是身体的面向跟最后出手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这隐秘性很高。好，守住了韦修的进攻，玉璇，这一球有摸到。
对，这球还是有 touch， 有，确实有。好，俊逸，但在这段时间呢，成为了福城的得分重心啊。好，对于福城来讲，分数是有咬住的，6比8。当快攻，对，当你在去过度的这个重点去盯防张伟修的同时，苑里高中这边的这个右起举球员，他其实也清楚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哦，出其不意就来给别的攻击手。哎，躲过了双人拦网，拿下了这一分啊。来看一下，还是交给俊逸啊。哇，他这个手腕的这个转动哦，相当精彩，把球带到没有人的地方啊。哦，现在张伟修当然在前排，我们看到他这个起跳高度啊，哦，真的超越国中生的等级啊。哇，这2波啊都被苑里拦住了。对。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可惜的点，对于福城高中来说，就是廖一恩这个点没有发挥，对他没有打开来。对。那你看苑里这边快攻我们不谈，谈2个4号位，就是伟修跟玉璇。其实你有2个4号位分别在前后排这样子打的时候，真的攻击上面会更加的全面，对，很灵活。哦，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接发球的部分呢，又造成了沟通失误的情况呢，马上就喊了暂停了。所以，现在福城有一点点低气压了。哦，因为已经是2局落后，那就加上在这一局没有领先过。别忘了，他们在前2局都是有领先的，虽然是落后，最后是丢掉了局数，但是至少还有一段时间是压着苑里的。但是这一局呢，是等于是从一开局就一路落到现在。对。好，暂停回来，12比7，景汉的发球。那2所学校其实都是完全中学哦，那大部分都是国中部，对，高中的国中部是，所以国中部，然后刚好2队的高中部也都有排球队哦，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毕业之后就直接升学到高中部。好，发球出界。好，希望福城能够好好把握。伟修的进攻火力啊，对，哦，从第1局到现在啊，没有慢下来。哎，打在网袋边缘没过。其实我有时候蛮佩服这个打排球的选手戴眼镜。对，我不太敢戴眼镜下去打球，因为哇那边打到真的很痛，怕扎到。哦，这一球快攻啊！我们看到秉义啊，想要把这个球垫高啊，还是差了一些。伊恩有了，哦，这一球是打了一个 touch out。好，做掩护之后呢，由玉璇把这球拨到后场的空档。
所以院里的攻击手不是只有强攻哦，像这个球就是用拨的。对。好，来看俊逸，哇，守住，精彩。哎，这个开网被拦了下来。这球其实给的有点开哦，有点打修正球的感觉哦，去限制到他那个助跑时候的力量。哦，那这一次就是他需要了。对。哦，所以在院里这边呢，包括了这个11号哦，大家已经看到了尾秀的维里，那另外9号的玉璇哦，这2位球员真的是让福城高中在防守上面啊有很大的难度。哦，这个球线审是比界外，但是主审认为这个是落在界内。过往击坠，好守住，玉璇敢打，两边的自由都有精彩的防守。俊逸，玉璇再来一颗，哎，no意，哦，这球没进啊，12比17。好，这一波的来回啊，由福城拿下了分数。对。福城还是有机会哦，不要放弃啊！确实啊，哇，发球没过。最怕的就是落后的球队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哦，发球出现失误啊。没有好的接发球啊，也造成这一次的进攻出界。对，有点打乱掉了哦。好，再度喊出暂停的是福城高中了。那现在在第3局19比12，双方有7分的差距，这应该也是本场比赛2队分差最大的一刻。还是看得出来，福城高中的这个小选手们在眼中透露出来的就是会想要打下院里的这样的一个渴望。但是有时候你力不从心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先从基本功开始做起，比如说他们的接发，然后整个攻击的配球等等的这些先做好。攻击手尽量把自己的失误降低，你才可以有跟院里抗衡的本钱。是。好，暂停回来，19比12，玉璇发球。哇，还是被拦住。哇，已经做了战术的搭配跟变化了，不过还是没有骗到了院里啊。虽然是骗到1支啊，但是我们看到景汉啊个人拦网，对，还是拿下了分数。好，有了6，哇，这声音大到这个是大家都这福城这边的举拳不打6也不行了。我们都知道他打6了，摄影师都知道了。是。哇，这边的快攻啊，我们看到请看今天在比赛后半段，这个快攻是越打越顺手了。21比13，哇，在界内，这是一个 S 球啊！哇，院里啊，不愧是这个学年被让大家认为不败的王者。是。哇，发球的质量还是很好哦。对。破坏了接发之后呢，院里的机会又来了。修正攻给维修，还有
好球！哇，福成没有放弃啊。虽然落后分数比较多，但是还是要打出该有的态度。对，哦，这只是这个4强，因为接下来可能在举光杯之后还有国中联赛，没错，这也是很重要的。是。这个我看到廖一恩太犯规了，已经站到这个3米线攻击线上了，但是他还在打在他的正前方。对，这没辙啊。就是说你有很高的打点，你的入射角就更多。没错，他选择的位置。哎，有。好，福成要盯住哦。哇，切进来，张伟修这个移动能力啊，哇，真的非常的多变啊。哇，他在打前排就跟吃自助餐一样，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哇，这个球吃到饱吗？从4号位切到2号位啊。好，斜线守住。来看一下院里的这一波，玉璇拦下来，还有。好，福成展现韧性，快攻搏一个，哇，还是拿到了关键的分数，所以在第3局依旧是由玉里高中以25比15收下，最终是以3比0由院里击败了福成的，同时也收下了第1张的冠军战门票。非常恭喜院里高中啊，在这个学年的国男组的比赛啊，真的是势如破竹啊！当然也带着这份信心啊，前进到冠军战。非常恭喜院里高中。那福成高中比较可惜的是前2局没有办法把握住领先啊，最终还是0比3啊，输掉了这场比赛。对。好，那在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看国男组第2场的4强大战。I don't slack, don't lose, learn your lesson yet. When I get to choose what I do, I'm like a weapon that's sharp as many, but got heart. I'm ready to change scars to envy, to win large and plenty. I like to play fast, never change back. Calling out, I'll pay back, cause I'm great at that. Oh. You cannot save me, cause I don't need saving. It's everything I've been chasing, all here for the taking. Don't wanna test your luck with me, I think I've had enough defeat. I'm sick of all the bad thoughts, people who are have-nots. You were not as tough for me. Don't wanna test your luck with me, I think I've had enough defeat.